有這麼一款武器，它和光輝戰機、英薩斯步槍並列稱為印度3大傳奇。如果硬要排序，這款裝備絕對是印度傳奇中的絕對領袖。应粉絲邀請，我們印度軍工系列還剩下最後一個拼圖。今天火力軍就带大家來看看英薩斯步槍的難兄難弟，光輝戰機的好拍檔，軍工界最不可忽視的奇葩，世界第一歌王阿瓊戰車。阿瓊戰車的故事要從1947年說起。這一年，英國人離開了印度次大陸，但在這裡統治上百年的大英帝國臨走之前，卻留下了一個巨大的爛攤子：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家。簡單來說，當時的印度次大陸雖然都在英國的殖民下，但並不是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。這裡生活着數量龐大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群體。英國走的時候決定按照宗教人口分布，把這片土地劃分成2個國家。信仰印度教為主的区域就是印度，穆斯林占多數的区域就是巴基斯坦。但問題是，英國人把問題想簡單了，劃分領土不能解決問題，兩邊邊境劃分充滿爭議。於是同年，在英國離開這片大陸僅僅1個多月後，第一次印巴戰爭爆發。雖然雙方最終在聯合國的調解下達成了停火協議，但是這場戰爭讓印度發現了一個問題：想成為世界強國，光靠人口和士兵數量是不夠的，必須得有重裝甲。但是印度從小就是自尊心強，買戰車不行，讓別人看見還以為我印度造不起，必須自己造。有冇搞錯啊？一俾啲鬼佬睇到，以為我唔夠錢食，攞過嚟，1棍！而印度最開始的想法其實非常大膽，不是仿製，不是組裝，而是一步到位，直接打造一款屬於自己的先進主力戰車。於是1950，印度把目光投向了歐洲，西德保時捷公司，沒錯，就是那個造跑車的保時捷。德國人造戰車有經驗，印度有需求，雙方一拍即合。印度提出一堆要求，保時捷團隊看到要求清單也是愣住了，這麼多要求，怎麼不給戰車裝上2個翅膀？但是沒辦法，保時捷的日子也不好過，為了維持生計，已經開始造農耕機了。終於，保時捷的設計師熬了無數個通宵後，提出了一版完美圖紙。但是這次輪到印度尷尬了，提出的要求保時捷做到了，但問題是太高端了，印度那種小工程的水平完全造不出來。就這樣，印度第一次衝擊世界級戰車的夢想提前結束。其實這個時期的印度還算不錯的，起碼知道自己造不出來不能硬造，搞不出來那就退一步買吧。印度去找到了英國人，他們購買了維克斯 MK1 戰車的生產許可，並在國內進行組裝。這款戰車後來被印度命名為勝利式戰車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它算是印度裝甲工業的起點，雖然談不上先進，但至少讓印度擁有了自己的戰車生產經驗。對於當時的印度而言，已經算是一個不錯的開局。但問題我們之前說過，自尊心太強，印度從來不滿足於夠用，尤其是在1971年第3次印巴戰爭之後。這場戰爭中，印度擊敗巴基斯坦，並推動東巴基斯坦獨立，建立了今天的孟加拉國。這場勝利讓印度軍方的自信心迅速膨脹，他們認為印度贏得了戰爭，印度是世界一流強國，世界一流強國怎麼能沒有屬於自己的裝備？於是，印度陸軍產生了一個更加宏大的目標：不要進口，不要依賴別人，印度要造一輛真正屬於自己的世界級主力戰車。這個項目最初代號叫 MBT-80， 大名叫切塔克。不過這個名字不太好，雖然切塔克是印度民族英雄的坐騎，但是他的結局是戰死。於是印度給他換了一個更加霸氣的名字——阿瓊。為什麼叫阿瓊？在古印度史詩《摩訶婆羅多》中，阿瓊是一位無敵的戰士，他擁有最強弓箭，而且駕駛着戰車所向披靡。印度人希望這輛國產戰車也能像神話中的阿瓊一樣，成為印度軍工崛起的象徵。但是火力軍本着嚴謹的態度去考察了一下這個印度神話，怎麼說呢？印度這個地方指定是有點說法的，起名字就是個預言家。阿瓊這個英雄確實是一位天之骄子，但他的經歷太曲折了，和兄長對賭輸掉了一切，流放13年之後捲土重來，勢必奪回自己的一切。但決戰前發現對面全是自己的親友，臨陣脫逃，自己崩潰了。總之就是一生大起大落，充滿波折。感興趣的觀眾可以去看一下。阿瓊戰車正如神話故事的預言一樣，開啟了長達50年的大起大落落落。還記得我們之前的英薩斯嗎？和阿瓊一樣，都是出自 DARDO， 全稱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。說起 DARDO， 本來火力軍原本打算這期影片就講一下這個傳奇機構，但是發現 DARDO 有太多抽象的地方了。可以這麼說，如果說印度軍工是抽象界的王冠，那麼 DARDO 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那顆明珠。
所以提前給各位觀眾預告一下，之後會專門出一期影片，帶大家一起參觀一下這個印度天才聚集地。我們說回阿瓊，在德爾斗的影響下，阿瓊不可避免的和英薩斯一樣，開啟了全球採購，什麼東西好就買什麼，只要捨得砸錢，就能召喚神龍。德國的發動機買它，法國的火控買它，以色列的電子設備買它，至於怎麼拼一起，先不管了，買了再說。但問題是，現在物理學歸牛頓管，印度人跟牛爵士是真不熟的。這些單獨拿出來都是優秀產品，但融合起來就一言難盡了。而印度最頭疼的就是火炮冶金工藝。同時期的西方主力戰車，比如德國豹2、美國 M1 艾布拉姆斯，都是採用120毫米滑膛炮，炮管壽命動輒上千發。而阿瓊卻用的是120公里線膛炮，壽命只有一半不到。為什麼用這種落後的工藝呢？因為炮管每開一炮都要承受數千度高溫和巨大的壓力，還有高速彈丸對內壁造成的磨損。這背後考驗的是炮鋼材料、冶金工藝、內膛處理技術。但這就觸及到了印度的知識盲區了。印度缺乏基礎材料科學和冶金工藝的積累，根本搞不出合格的炮鋼和內膛鍍層工藝。一旦開炮，鍍層在極端高溫下就會產生微裂紋，隨後大面積剝落。但事實證明，印度還是高估了自己，哪怕採用落後的線膛炮，依舊是問題頻出，殺傷力大減。於是，為了挽救這慘不忍睹的威力，德爾斗聰明的決定，既然炮管的問題解決不了，那就從炮彈出發，用炮彈的威力去彌補炮管的不足。想法很好，效果怎麼樣暫且不提，但是印度起名字真的是太有想法了。通常情況，穿甲爆破彈一般國際通用英文應該是 APHE， 但印度給新炮彈名字叫做 PCB。 這個英文是什麼意思呢？火力軍在影片中不方便說，懂的觀眾可以在留言區解釋一下。名字炸裂，效果更炸裂。別忘了，印度是因為炮管質量不行，才想辦法在炮彈上改進。但是把炮彈威力設置這麼大，對於本來就傷痕累累的炮管更是雪上加霜。身體不行就別亂用印度神油。千祈唔好貪心啊！上次有條馬佬咧急功近利，浸咗成晚。搞錯咗啊，老細，唔該換翻錢俾我。換上新彈藥後，原來還能支撐500發發射的炮管，直接折扣到僅剩下120發。阿瓊也成了無能的丈夫，要威力沒威力，要持久沒持久。除此之外，別忘了印度是全球買，但是戰車不是電腦，網絡上找個教程就能自己拼裝的。當印度把全球各國的頂尖零件搞到手後，迎來的不是戰地升級，而是一場災難。於是你會看到阿瓊的引擎在沙漠裡跑沒多遠就嚴重過熱，被寄予厚望的液氣懸掛系統因為承受不了車體共振而頻頻斷裂，精密的火控系統更是因為內部電磁干擾，動不動就罷工死機。沒有底層的總成設計能力，越是堆砌先進的子系統，這輛戰車的可靠度就越是呈現斷崖式的下跌。按理說，面對一台連測試都走得跌跌撞撞，任何正常的買家早就該退貨甚至翻臉了。但印度陸軍偏偏沒有說不的權利。既然這台戰車的妥善率如此慘不忍睹，那印度高層到底如何施壓，才能讓自己家的陸軍咬牙接受了呢？如果說技術上的硬傷還能用時間去彌補，那麼阿瓊戰車最讓人絕望的是他那停滯了的時空觀念。我們不妨把視野放大，做一個橫向對比。1970年代，當印度剛提出這款戰車的研發專案時，設定的假想目標是超越德國當時正在研發的豹2戰車。然而幾十年過去了，德國的豹2早已開花結果，從 A4 一路升級到 A7， 不僅成為了西方主力戰車的絕對標杆，還撐起了半個歐洲的裝甲戰力。有的觀眾可能說，這太欺負印度，拿豹2去跟印度對比，這完全沒有可比性。那我們就拿之前的韓國來对比，而同時期的韓國無論是軍事實力、科技機構能力底蘊遠不如印度。印度1958年就成立了軍事科研機構德爾斗，而韓國在1973年成立 ADD 國防科學研究所，落後印度15年。但是韓國的國防工業雖然起步晚，卻在80年代末順利讓 K1 戰車投入服役，甚至到了21世紀初， K2 黑豹戰車的橫空出世，讓韓國擠進了國際軍火供應商的牌桌。反觀印度的阿瓊戰車呢，在2007年，也就是專案啟動的30多年後，它依然在印巴邊境的塔爾沙漠測試中，上演着各種令人不敢置信的表演。發動機繼續過熱，液氣懸掛系統接連再次失效，甚至還發生了傳動軸直接斷裂，導致變速箱解體的嚴重事故。當德國豹2和韓國 K 系列戰車在國際軍工市場上大放異彩時，阿瓊還在沙漠裡艱難地進行測試。面對這種慘淡的妥善率，印度陸軍再也無法忍耐了，他們果斷將目光轉向俄羅斯，大量採購以堅固耐用著稱的 T90S 戰車，
對於在前線待命的裝甲兵來說，擁有成熟技術能夠立刻形成戰力的 T90S 才是真正的救贖。但問題來了，印度官方投入了數十億的研發預算，這筆賬總得有人來結。為了保住這面國防自主的招牌，2010年，德爾斗特地安排了一場阿瓊與 T90S 的內部對決。測試過程極為保密，但最終公布的結果卻讓媒體大跌眼鏡。官方宣稱，阿瓊戰車在火力等某些特定指標上分數竟然超越了 T90S。T90 雖然不強，但和阿瓊比，各位觀眾想必會有答案。面對這種球員兼裁判的橫向作業，印度陸軍自然是百般不願。一輛連駕駛員探頭出艙都可能被旋轉炮塔給撞擊頭部的戰車，究竟是如何在綜合評價上逆襲的？負責算分的官員有沒有酌情加分，只有他們自己知道。但印度高層在極力推行國造優先，陸軍不想要，什麼意思？不買就是不愛國，不愛國的將軍怎麼能領導好這個偉大的軍队呢？於是陸軍高層在這種政治壓力下，本着花錢消災的心態，勉強認領124輛阿瓊 MK1 戰車。但德爾斗就是要把坑自己的理念貫徹到底，他們很快又推出了升級版的阿瓊 MK1A。經過多達幾十項的修改後，它的戰鬥權重暴增至驚人的68噸。這不僅意味着印度國內大部分的橋梁和公路都無法承受它的重量，其單車造價更是飆升至將近900萬美元。要知道，豹二 A6 也才600萬美元，阿瓊一躍成為當時全球最昂貴的主力戰車之一。陸軍這次準備打死不再上當，但是德爾斗不給陸軍留活路。2020年，德爾斗的高層和印度總理莫迪親自前往沙漠邊境，坐上阿瓊 MK1A。為這款國產戰車站台背書，最高首長都親自出馬了，陸軍你最好識相。最終，印度陸軍再次簽下118輛 MK1A 的訂單。然而，由於德國 MTU 發動機的交付延遲以及零組件的短缺，他們告訴印度需要4年才能重新打造整條供應鏈。於是，這批花費巨資引進的國產驕傲，高達75%的阿瓊戰車只能靜靜地停在車庫裡，成為了全尺寸模型。實話說，印度的大國實力，火力軍是認可的。畢竟從冷戰時期開始，美國買不了蘇聯的武器，蘇聯也買不了美國的武器，但是印度可以，不僅可以，連歐洲的各國也是隨便買，沒有一定大國地位做支撐，能做到嗎？那麼問題來了，阿瓊已經是半死不活的狀態，印度的大國夢卻還沒醒，官方已經迫不及待地端出了下一張更大更誇張的餅，一項號稱要耗資700億美元，甚至把美英法俄等全球軍工巨頭全部捲進來的未來戰車計劃。這究竟是印度裝甲部隊的涅槃重生，還是下一個長達半個世紀的大坑？國產靠不住，印度陸軍選擇繞開國內，直接向全球發布了一份諮詢徵求書 FRCV 未來戰鬥車輛計劃。這份計劃書的規格有多誇張呢？陸軍要求必須以高度靈活的模組化概念，打造一個中型戰車的基礎平台，然後在這個底盤上衍生出輕型戰車、輪式戰車、架橋車、自走炮、防空車等足足11種變體車型。不僅如此，到了2021年和2024年，軍方又覺得之前的設想落後了，大筆一揮又添加了必須具備網絡中心戰能力、AI 人工智慧與無人機協同作戰，甚至還要有自動化和無人化發展的潛力。連最基本的柴油引擎和液氣懸掛都搞不定的國家，現在居然要求全球廠商給他們定制一台電馭叛客級別的科幻戰車。印度人如果寫科幻小說，絕對能領先世界100年。但這種異想天開的要求，為什麼全球軍火商沒有把這份規劃丟進垃圾桶，反而輪番爭搶呢？因為印度給出的預算實在太高了。為了汰換超過2000多輛的老舊俄系戰車，印度預計在這個 FRCV 專案上投入高達710億美元的驚人天價。美國的 M1、德國的豹2、法國的勒克萊爾、以色列的梅卡瓦，甚至是韓國的 K2 團隊，幾乎全球最頂尖的裝甲巨頭，都在第一時間表達了濃厚的興趣，準備在印度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大撈一筆。先不說能不能研發出來，想想印度當初購買航艦的時候怎麼被俄羅斯猛宰一刀的，大家覺得面对印度這隻小白兔，有多少商家是奔着坑一筆錢來的呢？但是印度的錢不是那麼好騙的，印度陸軍的規格幾乎是每隔幾年就大改一次，2015年要11種變體，2017年縮水成5種，2021年又要求 AI，2024年甚至精確規定了未来车隊先進、現代、老舊車型的比例必須是30:40:30。更要命的是，印度要求必須技術完全轉移，企圖用國外的技術來補足自家空虛的工業基礎。在這場漫長的紙上談兵中，時代的齒輪卻已經悄悄轉動了。廉價商用無人機漫天飛的時代，印度國內也開始出現反思浪潮。真的還需要砸710億美元去造一堆移動的鋼鐵火把嗎？但有趣的是，當年靠着阿瓊戰車專案的龐大軍工利益集團，
以及思想保守的退役将領們，依然是這項計劃最死忠的支持者。他們高舉國家利益與威懾力的大旗，誓言絕不能讓專案停下腳步。從1974年啟動至今，阿瓊戰車在這半個世紀的歲月裡，用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，證明了一個國家想強行彎道超車會付出多麼慘痛的代價。如今，那少得可憐的120多輛阿瓊依然在車庫裡與空氣鬥爭，而那項號稱要一統江湖、預計2030年投入使用的 FRCV 科幻戰車計劃，究竟會成為印度國防的涅槃重生，還是下一個折磨全球軍火商50年的阿瓊？只有時間才能給我們答案。好了，關於阿瓊戰車的故事，今天就聊到這裡。別忘了按讚、訂閱，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。您認為印度未來戰車計劃會是下一個阿瓊嗎？我是火力軍，我們下期再見。好的，各位觀眾，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，不僅超有態度，還堪稱性價比之王。首先，它超級輕，拿在手上輕飄飄，穿上身更是零負擔，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。其次，面料具透气，就像会呼吸一樣，就算在外面跑一天，也能保持乾爽，徹底告別黏膩感。最關鍵的是，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，僅需很少的錢，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。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，閉着眼入都不虧，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。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，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，趕緊去搶。